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老师，欢迎回到本期的加深红丝竹音乐。相信许多初学胡琴的琴友们啊，从开始学习胡琴时，一定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开始学习连弓，而连弓也是最基础且经常使用的右手基础的技巧。本期影片我们就来教大家检查自己的连弓，以及如何修正你的连弓，让音色也变好听吧。我们一刚开始先来了解什么是连弓。连弓指的是2个以上的音用一个弓法去演奏出来。换句话说啊，从2个音到3个音一弓、4个音一弓，或者更多音一弓，这些都是连弓哦。连弓基本上像是一条丝线，而每个音符像是一颗颗的宝石珍珠。如果能串起来，那是非常美妙的一种演奏法。我们先来示范一段大部分学生连弓时的状态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也是什么问题呢？你是不是有听出来？刚刚的演奏是2个音一弓，但是前面的音比较长、比较大声，而后面的音比较短也比较小声呢？你听到的没有错哦，也是问题的来源。这个问题点在于右手用弓并没有与左手搭配在一起，更精准的说是没有让左右手产生良好的比例失衡，当然会产生不够稳定且音量忽大忽小的结果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拿起乐器来跟着我们练习吧。我们可以先在文具店购买一些点点的贴纸，这些贴纸可以帮助你快速且有效辨认出你运弓的长度及空间。我们可以先在弓根部分贴上贴纸，也在弓尾部分贴上，然后在弓根及弓尾的一半位置也贴上点点贴，这样我们就很能有效的知道运弓的长度及空间哦。再来，我们先将弓持握好，使用空弦练习运弓的空间。我们将每一弓分成左右2半，练习这2半的弓段。一开始一定要在中间部分停下来，让自己的右手产生段落的感觉。当我们的右手开始有段落感觉后，我们接着将左手的按指也安排进去。每当弓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左手的按指安排进去。这边请大家记住，当你的右手运弓后，一定要先停下来，等你的右手完全静止，这时候才可以将你的左手按指按到弦上。这个步骤非常重要哦。所有的步骤会变成右手运弓停止，左手按弦，右手运弓停止，左手按弦，这样的循环一直进行。如果连续的运动，就会形成你我看到的这个样子。上面讲的部分是你的左右手应该要计划的去执行，才不会让声音产生忽大忽小，音色也能统一哦。完成上半部的步骤练习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才能进行真正的连弓。真正的连弓必须要先将右手有意识的放慢演奏，再把你的左手按指在运弓一半的位置触键，这能保证你的弓段是各一半，音色也能衔接得很漂亮。我们建议每次练习时一定要练习连弓，而且可以使用最简单的音阶作为连弓的基础练习。这样除了练习连弓以外，还可以复习音阶，各个调性音阶都可以这样练习哦。你以为这期影片讲完了吗？还没有啦。连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，但是还可以更进阶一点哦。在阿美族舞曲中，接到快板前一段优美的多音连弓片段，这个片段是所有学生都很容易吃亏的地方。那如果我们已经会基础的2个音一勾后，要怎么开始练这个地方呢？
首先你一定要知道的是，2个音1弓实在是基础到不行，所以就要开始练3个音、4个音、5个音、6个音等等的连弓，这样才能够让你的手指头右手运弓连贯起来。这边我们提醒大家，在练习连弓的时候，为了防止自己忽快忽慢，我们必须使用节拍器来确立自己的手指头运动速度。这边我们建议大家用一个不快不慢的速度，节拍器设定70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连弓音阶。拿起乐器，一起来练习吧。你在这里应该会发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阿美族舞曲的这些连弓都是基于5声音阶为基础的连弓，那你就应该练习5声音阶的连弓哦。还不了解5声音阶是什么的朋友们，记得去看我们之前的影片，别再练7声音阶。阿美族舞曲的这个片段要满足4个音、6个音等等的多音连弓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有5声音阶连弓的技巧，这样就能无障碍的学习好这首美妙好听的曲子喽。连弓这个技巧最能展现乐曲的风貌，也是音色连贯的一种呈现。如果能把连弓练得炉火纯青，那绝对是能够让演奏者的音乐惊艳四方。这边还是提醒大家，一定要不断的训练自己的右手运弓分段，这样连弓就能事半功倍哦。我是吴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加深红丝竹音乐见面喽。